下官丰德县正堂西平县令朱文仪参见包大人。你且稍后，待本府问完贾姓总管之后，再向贵县请教。下官遵命。贾总管，你是何姓名？在侯爷府中负责何等事务？回包大人，草民姓贾，名福林，承蒙小侯爷抬爱，在侯爷府里总管各种杂物杂事。既然如此，那方家酒坊按月送老侯爷药酒之事，也归你管。是。那方素月可曾代父将药酒送往老侯爷府？是草民接待的。你且将当时的情形据实说来。是。当时，快。贾总管，一共送来了10坛酒，您都亲自点过了吗？没错。等卸完货，你就回家吧。改天让你爹来结账。哎，对了，有句话请你转告你爹。贾总管想让我转告什么？也就说，他虽然有2个漂亮能干的女儿，可以为他分劳解忧，不过毕竟上了年岁，自己的身体要多多保重哦。谢谢贾总管对家父的关心，我一定把话给您带到。那你就回家吧，我也不多招呼你了，还有一箩筐的杂事等着我处理呢。我知道贾总管您是大忙人儿，也请贾总管替我向老侯爷问好。好。哎，老侯爷对你们方家的药酒十分满意哦。仅如此而已。回包大人，的确如此而已。本府必须提醒于你，如今是在本府公堂之上，本府问话，你必须实话实说，不得有半句虚假，否则必当从重严惩。你可明白？包大人铁面无私，草民早就如雷贯耳。方才草民所说的一切，全是事实，不敢有半点虚假。启禀包大人，这全是他的一面之词。反正方素月已死，他爱怎么编就怎么编，请包大人不要轻信。不错，这的确是他的一面之词。然而，当时那方素月并未告官，也未曾留下可以追查的线索，如今已是死无对证。然而，本府断案，一向审慎严查，自会将此案查明。你且退下。朱县令，下官在。你身应百里之计，执司明目之责，想必对于安国小侯爷在地方的名声知之甚深。不敢隐瞒包大人，小侯爷在地方上不但对老侯爷孝顺有加，而且经常做善事。不是修桥铺路，就是救济灾民，所作所为颇得声望。岂有此理！启禀包大人，他身为一县之令，怎可是非颠倒、混淆黑白？简直是满口胡言，不堪入耳。白玉堂，草民实在是难以听闻，忍无可忍。你若再打断本府问案，本府立刻将你赶出公堂。朱县令，下官在。那方素心之父前往县衙，状告那安国小侯爷，他乃是原告，你为何要行杖于他，甚至将他用刑致死？回包大人，那方仙斗实在是过于胡闹，不仅满口胡言乱语，而且无凭无据，信口诬告安国小侯爷，甚至还口出不堪入耳的讳言秽语。胡说！堂堂地方父母官，怎可罗织造谣？先父好歹也是秀才出身，在堂上也只是据理力争，你居然以莫须有之名除去他的秀才功名，
还有他在你面前跪地求饶，实在是居心可疑。方素心，你切莫急躁，更不可对朝廷命官无礼。朱县令，你继续说下去。是，方仙斗的言行太离谱了，下官迫于无奈，不得不动用刑法。谁知道他年老体衰，再加上衙役用刑不慎，所以才导致如此悲剧。下官之咎，愿领朝廷责罚。然而，据苦主指称，你对那方仙斗用刑，乃是受了安国小侯爷的指使。回报大人，身为县令，岂能受他人指使？况且小侯爷乃正直之人，也不会指使下官。方素心，你可有话要说？民女的确有下情要上告，包大人。你尽管说。先父对于仙姐的冤死气愤难平，嫁衣本身虚弱多病，所以由民女陪同到县衙告状。当时方仙斗在本县堂上为何高站不跪啊？回大人，学生曾有功名在身，中过秀才，按本朝礼律，无需下跪。哼，原来是个劳而无用的秀才。罢了，你究竟状告何人啊？禀大人，状子上已经写得十分清楚，学生状告当今安国小侯爷赵世俊。你告他什么罪啊？告他利用学生的长女送药酒到侯爷府之时，用药物迷奸于他，以致学生之女为了明星至保贞节，因而羞愧自杀。你可知道安国小侯爷赵世俊，乃皇室一脉的天皇贵胄，金枝玉叶？学生知道。既然知道，你还敢告？学生也略读诗书，还知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道理，请大老爷还学生女儿一个清白。呵呵，好一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本县且问你，你口口声声说小侯爷奸污你的女儿，当时你可曾在场？学生并不在场。你的次女方素心可曾在场？回大老爷，民女也不在场。那么你可有其他的人证物证？学生是听女儿回家之后转述一切。小女方素月向来文静端庄，从无谎言假话，否则她何必以生死来证明自身之清白冤屈？岂有此理！就凭他一面之词，你就胆敢在本县堂上信口诬告安国小侯爷？不是信口盘诬，而是要请大老爷追查事证，还学生女儿一个公道。简直胡闹！既无人证，又缺物证，你要本县如何去查证？本县念你年老糊涂，恩准你撤回状子，乖乖的回家去了。不要再企图诬告，想从中捞取好处。回大老爷，家父只是想为仙姐求个公道，让义理可以伸张，从没有想过要得到任何好处。住嘴！一个小小女子，你懂什么？这件案子，大人如果不接，学生将依法循例上告府台衙门。大胆！你竟敢当堂要挟本县，本县就先革去你秀才功名，降为布衣白丁。跪下！学生并没有违法犯罪，一律要革去秀才功名，必须要经过学政签同。学生目前还是秀才的身份，无需下跪。你简直是顽固不化，跟一般的刁民无赖有何区别？来人呐，在，让他跪下。是。跪下。想不到堂堂的县大老爷，居然与侯爷府沆瀣一气。朱大人，请你回头看看。
高悬着的那4个字，大人可认识？大胆刁民！你竟敢在本县大堂上公然侮辱朝廷命官！本县若不严惩于你，岂不有愧于朝廷律法？又如何威信于县民百姓？来人呐！在。这方仙斗胡言乱语，先是信口诬告安国小侯爷，而后又当堂侮辱本县，必遭严惩。县杖几20，以儆效尤。大老爷，家父年迈体弱，重病缠身，怎么受得了杖刑？更何况他是原告，哪有原告反被用刑之理啊？虽然是原告，但是别有用心，诬告小侯爷。不过他若撤回状子，也就罢了。至于侮辱本县一事，我也就不计较了。若我撤回状子，岂不坐实了我先前所说全是诬告？状子绝不撤回。好啊，既然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本县也就无法助你了。来人呐！在。醒醒！是。大老爷，不能打，千万不能打！我愿意撤回状子。若撤状子，以后不是我女儿。要打你们就打死我好了。王先斗，你撤不撤状？不撤。把他女儿拉开，继续打。是。起来！求求你们不要再用刑了，我可绝对承受不了的。爹，不要打了，爹。大人，他晕死过去了。泼水。大老爷，再打就出人命了！大老爷别再用刑了，大老爷，别再用刑了！念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，停止行刑。爹，你提醒啊，爹！不要在堂上哭哭啼啼了。本县准你请人帮助把他抬回家去。你要好好劝说于他，不要信口诬告、胡搅蛮缠的，这样本县就可以既往不咎。是，谢谢大老爷。好，去吧去吧。方素信，你方才所说的，可都是实情而无半字虚假？回青天报大人，民女方才所说，句句肺腑，字字血泪。若有半字虚假，愿受国法制裁，哪怕千刀万剐，也死而无怨。朱县令，他所说的，你可都听见了？是，下官全都听见了。你可有辩解？回报大人，当初下官下令用刑，确是事实。可是方素心避重就轻，只说了一些对他有利的过程，而对方仙斗出言不逊，污蔑本县藐视朝廷的许多所作所为，避而不提。哼！你二人各执一词，看来本府只有差人前往贵县，询问刑名师爷，班头衙役之后，才可以有所定论了。多谢包大人。方素信，你确认你父亲乃是因受了极杖之刑而死？的确如此，
当时还有一些左邻右舍陪同前往县衙，民女只有求他们相助，才得以把家父抬回家中。爹，这是咋整？爹，小心点，坐下。爹，你要振作，爹，爹，你要振作，爹。素心姑娘呀，你赶快去找大夫，宁可多花点钱，也要找那高明的、有经验的。除了诊金之外，最好呢还要花些钱打点一下。我明白，只要能救我爹，就算舍了所有家当，我也会去做的。早劝过他，何苦呢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说这种话？老伴儿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老伴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爹，你醒醒啊，爹！包大人何以不继续审下去？小侯爷，请稍安勿躁。方素心，在你诉状之中曾经提及，自从你父母先后亡故之后，你便立下决心，要为他们报仇伸冤。是，民女确实下定如此决心。既然有冤要伸，为何不循正常途径上告官府，竟然想私下谋刺于他？不敢有瞒包大人，经过丰德县一场悲剧之后，民女对官府已经毫无信心。此言差矣。有云：“道有幼草，迷有毒虫。”以天下之大，自难免良莠不齐。有清明廉能之官，必然也有那贪渎枉法的恶吏。诚请天下立志，乃是本府夙愿，也曾上奏皇上，只可叹困于种种挚爱，未能完成初衷啊。后来，你又是如何设法接近小侯爷，利用花烛之夜行刺于他？回包大人，民女把舍弟小茹暂时托付给姻亲张举人，然后开始多方打听有关小侯爷的谥号和行踪，最后终于得知，每个月初1、15，他都会去慈云庵。这是为何？那是晚辈的一片孝心。初1、15前往慈云庵，设教祭拜先母。包大人，小侯爷太抬举他自己了，那是奉老侯爷之命，不得不去。不过他往往趁此机会在外花天酒地，有时派邢三，有时派贾总管带他前往祭拜。你又满口胡说！究竟是谁胡说？若非对你的行踪打探得一清二楚，我又怎么会在慈云庵带发修行？又怎么会在庵内遇到邢三？
利用邢三为饵，假意接近于你。邢三，可有此事？你可曾在慈云庵见过那方素心？是，确有此事。方素心，当时的情形如何？你且摘要说来。慈云庵的住持慈云道姑与民女相熟，听民女哭诉一切之后，答应收留民女，协助她办些法事或处理一些杂物。无量寿佛，道姑有心了。道姑，请留步。施主有事？我常来慈云庵，以前为何却从未见过道姑啊？因为我是初来乍到，所以也未曾见过施主。请恕我冒昧。道姑如此秀丽动人，却为何？何谓秀丽动人？多谢施主。其实我是个命苦的女子，父母双亡，无依无靠。幸得慈云道姑收留，我才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。我倒略通子平之术，依道姑的相法，应该是妾富继贵才对呀。施主该不是开玩笑吧？方外之地，岂敢亵渎？我是句句真话。如果方便，我倒愿与道姑坐以详谈。多谢施主。庵内有一处厢房，有清茶素果，专为接待有缘的施主。好啊。九人道姑，这位就是我所说的安国小侯爷。无量寿佛，贫道给小侯爷请安。邢师爷果然诚不我欺，本侯爷总算见识了。两位施主请坐。道姑请。小侯爷为何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害得贫道心头忐忑不已。那就更证明你身在红尘外，心在红尘中啊，所以才会忐忑不安。方外清净之地，还请小侯爷慎言。还有什么好慎言的？你不是跟邢师爷都谈好了吗？像你这种柔中带媚、丽而不俗的角色，可谓是万中不得其一。你在这里带发修行，的确像蒙尘的明珠，我为家人惋惜呀。
命苦如此，只要有粗茶淡饭可食，有遮风避雨之处可栖，已算是幸运了。如今有了我，你才算真幸运。从此以后不用再命苦了。你真的愿意嫁我为妾吗？只要小侯爷真心对待我，我自然愿意。我若不是真心待你，又何必特意来访呢？邢师爷，麻烦你选一个黄道吉日，请9人道姑重返红尘，入我侯门。是。不过我有一点儿纳闷好奇，你的道号为何叫9人呢？其中自有曲折典故，等我有幸随侍小侯爷之后，自会详细禀告的。好，不妨就在洞房花烛之夜，在绮罗帐里，我仔细聆听你的曲折典故啊。各位贵客，时辰差不多了，也该饶过小侯爷，让他早点入洞房，跟他的新婚妻子共度良宵啊！害你一个人独守闺房，恐怕早就春心荡漾了吧？等不及了吧？啊？我的确有点等不及了。怎么了？生气了？我的确等得生气了，好不容易才等到今天晚上。好，我的心肝小宝贝儿，怪我多喝了几杯，耽误了好事儿。待会儿我好好的伺候你，以我的本事，不但让你消痰化气，而且还让你欲仙欲死。你疯了！这洞房花烛夜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不是想知道我的道号为什么叫9人吗？人字边旁加个9字，这个字念仇。我和你有什么仇？此仇不共戴天！快来人！这女人是刺客！你就躺在那儿等死吧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小侯爷，怎么了？您受伤了？你伤没事吧？帮我的伤快去追那个贱女人！啊！快！
萧侯爷，晚辈在。那方素心所言可是真的？没错，这一次他所讲的90%是真的。方素心，你继续说下去。当时我以为大仇已报，赶回张举人家中，想带小茹远走高飞，谁知道却被那张举人出卖了。张举人将你出卖给侯爷府？不，前来逮捕民女的人原本是县衙的捕快，可是不知为何，却将民女送到小侯爷的手中。你本就是谋刺我的凶手，地方父母官将你转交于我，那也是理所当然。不，虽说是行刺凶手，然而依法按律，应当交由地方官府升堂审问，岂有私相授受之理？萧侯爷，这其中莫非另有隐情？包大人，当时情况或许违背章法规矩，但是并无隐情。哼，方素心，你再说下去。民女被小侯爷的爪牙囚禁在一个污秽不堪、不见天日、几乎不可住人的地方，双眼被蒙，双手被捆，双脚被绑，动弹不得，有如祖上之肉，待人宰割。小侯爷，这就是那个贱女人。这个又贱又蠢的女人，难道你不知道我是天皇贵胄，皇室子孙，自然有百灵呵护？就凭你，杀得了我吗？我原以为像你这样的美女，该与我绮罗帐里并鸳鸯，同寝共枕笑神仙。谁知你天生贱命苦命，活该如此。只恨我是一介女子，不会杀人，否则你早就在阎王殿上了。在阎王爷面前，你还敢如此伶牙俐齿，猖狂作恶！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你是方素月的妹妹。你这个畜生，老天爷会有眼的，你会遭到报应的。美女我见多了，温柔多情又天生媚骨的美女我也见多了。可惜呀，可惜！从今以后，你就会变成天下最丑陋、最低贱的女人。还记得吗？想当初，你就是用这把匕首行刺于我。只可惜这是一把短匕首，如果是一把长剑，刺穿你的胸膛，你就报得了血海深仇了。我倒觉得不可惜。这虽然是把短短的匕首，但用在你身上，却十分的适当。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成全你的后半辈子啊！这一刀算本钱，你还要算算利息呀！啊！从此刻起，
这个最丑最贱的女人就交给你们了。她要是接客，只准接最下层的地痞流氓，最龌龊肮脏的乞丐无赖。我要她受尽凌辱，任人践踏。方素心，民女在。倘若本府要你在这公堂之上揭开面纱，让本府及在场诸人看看你的容颜，你可介意？毁容之苦，锥心之痛，已是不争的事实。民女并不介意。够了！如此血腥残忍、惨绝人寰之事，竟然发生在我大宋朝廷天子脚下。赵世俊，你说，本府要听你亲口说。那方素心所说究竟是真是假？当然是假，那全是他一面之词。住口！自始至今，你都以一面之词4个字搪塞一切。你莫要以为本府当真不能从这蛛丝马迹之中查明真相。倘若能，本府定当将你绳之以法，处以重刑；倘若不能，本府既然愧对朝廷百姓，又有何颜面再做开封？本府自会辞官而去，以谢天下。包大人，包大人是青天，是升斗小民唯一寄望之所托。民女所说一切，倘若证实查明，真是天有怜见。倘若确实挚爱难行，民女也该叩请包大人多多为民保重。方素心，你的心意本府明白，然而如今既无人证，又无物证，时日又拖延甚紧，本府一时半刻之间尚无法定论，无法为你做主啊！哼，听包大人的口气，似乎认定方素心所说全是真话。赵世俊，难道你能证明他所说的全是假话吗？白玉堂，你是江湖草寇，居然胆大包天，一而再再而三在开封府公堂上胡言乱语，横行无忌。你眼中还有国法2个字吗？赵世俊，你是皇亲国戚，你竟然依仗权势欺压百姓，在你心里可有天理2字？
你二人不得在本府公堂之上争执。是，包大人。包大人名满天下，素有青天之誉，谁的话是真，谁的话是假，当然由包大人论断。晚辈不敢越俎代庖。就算是证据不足，就算是包大人一时无法论断，赵世俊，我白某人警告于你，在这世上，还有山河日月、天地神明，人可欺，天地不可欺；人可骗，神明不可骗。大人，学生有一德之余，想要禀告大人。公孙先生，请讲。学生纵观全案，其缘由皆因方素心之姐方素月前往侯爷府送酒，疑似遭到安国小侯爷之奸污，因而告知乃妹，继而发生后续一连串之悲剧。不错。然而，却要如何证实小侯爷的确奸污了方素月呢？此案发生至今不过月余，那方素月之尸体埋在土中，即便已腐，也不会烂呢。公孙先生的意思是，那方素月尚未婚嫁，定是处子之身，如真遭小侯爷之奸污，必是破瓜之女。我等何不开棺验尸，请仵作之手亲自勘验，或许也可得到一丝线索。方素心，本府有话要慎重问你。包大人，请问。你如此为令姐申冤，可见你姐妹之间情感必然甚笃。她的一切，想必你也知之甚深。大人说的是，我们姐妹骨肉亲情，深厚无比，从小无所不谈。本府再大胆问你，令姐悬梁自尽之前，她可是处子之身？民女敢以性命作保，仙姐刚烈贞洁，在未婚未嫁之前，必是处子之身。既然如此，方才公孙先生所说，想必你也已明了。倘若本府下令开棺验尸，你可同意？民女叩谢包大人。只要能使仙姐之冤屈得伸，能还方家一个公道，能让行凶为恶之人绳之以法，这对仙姐非但不是不敬，想必仙姐在地下有知，也会叩谢包大人的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本府就前往丰德县，下令开棺验尸，待验尸之后，再行择日升堂。退堂。小侯爷，暂请息怒，暂请息怒啊！息怒，息怒，你就只会说这两个字有什么用？我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公孙策能想出这么一个馊主意。就算验尸的结果，那方素月已经破瓜，也未必证明就是小侯爷做的。亏你还被我称为师爷，简直是死脑筋！公孙策一向有小诸葛之称，他能想到一，就能想到二，能想到二，就能想到三，以此类推。只怕大事不妙，情势会愈演愈烈。强出头不服输，自寻烦恼。天外有天比你高，大富贵比不上身体好。
无忧无虑，平常心到老。看得透，想得开，别爱计较，狂风大量开不下。我朋友要比多仇人好，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。真心好，久了总会被看到，不需要记着让别人知道。忠诚诺，重感情，友谊才是宝，强迫人情冷暖最明了。现在讲谁傻瓜言之过早，人会好心有好报。人生有什么才不算少？自己快乐满意就好。